大婚前，叶良辰青梅送来一套妾室穿的粉色嫁衣羞辱我，他还站在一旁帮腔，要纳她做妾，让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他不知道我夏竹韵嫁给谁，谁就是宁国侯世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换个人做世子吧。竹姐姐，这就是叶良辰哥哥特意为你准备的嫁衣，喜不喜欢呀？宁国侯府来下聘礼，怎么送的是粉红色嫁衣？疯了吧！这可是皇上亲自赐下的婚事，夏小姐还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女。宁国侯府拿粉色嫁衣来下聘，这不等于把正妻贬成妾吗？叶良辰，你什么意思？拿件妾室的破衣裳来折辱我妹妹，真当我夏家没人了？竹姐姐，女子出嫁后要听丈夫的，夫家送什么聘礼，你就用什么。只要能嫁给叶良辰哥哥，穿什么颜色的衣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叶世子，看来夏小姐不满意你的聘礼啊，你该怎么办？茯苓妹妹昨天还跟咱们打赌，说夏小姐就算拿到粉色嫁衣，也一定会答应穿这身嫁给你。咱们今天就看看谁输谁赢。叶良辰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竹韵，茯苓年纪还小，她不过是舍不得。我这个做哥哥的成亲后，怕你这个嫂子分走了我对她的宠爱罢了。你就当这是她这个小姑子给你这个做嫂子的一个小考验吧。放屁！一个正式的夫人，若穿一身粉红嫁衣进门，就意味着被正式贬为贱妾，全天下人都知道的规矩。我不信你叶良辰不知道。他知道，但他就是要纵容他的小青梅胡闹。宁国侯和夫人可知今日聘礼中的嫁衣是粉色的？怎么，竹姐姐还没嫁门，就要拿未来的公模来仗势压人吗？杨小姐，你又是以何种身份在质问？我是叶良辰的妹妹。可我听说宁国侯府只有兄弟，并无姐妹，是叶良辰的红颜知酒。你一个没出阁的女子，哪里来的底气可以质问他未来的妻子？还是说你是他马上要抬进府的妾？因为他宠爱，所以恃宠而骄，连正式的聘礼都敢插手。若真是这样，那宁国侯府的规矩也太差了些。每次杨福林都说与叶良辰是兄妹情谊，但是每次对我的挑衅都带着得意，有意无意的告诉我，他才是叶良辰的心上人。一个庶女跑来抢风头，原来是上赶着给人做妾啊！大理寺卿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叶良辰哥哥，你眼睁睁看着他羞辱我吗？我不活了！竹韵，你向来知书达理，怎么今日这样小气？不过是一件嫁衣，还耍小孩子脾气。你做嫂嫂的让让他就是了，何必如此斤斤计较？叶公子，你对未婚妻百般指责，却偏帮一个不知所谓的庶女。叶公子若是心疼舍不得她，何必拿我的婚事做幌子？不如干脆娶她就是了。夏竹韵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杨小姐，叶公子这般在乎你，怎么不愿意娶你？是嫌你年纪小，还是嫌你生母是个青楼出身的姨娘，上不得台面，脏了侯府的门楣？可若是真心喜欢你，这些算什么呢？你说是不是，杨小姐？胡说八道！叶良辰哥哥是喜欢我的，你不许胡说！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若不是皇上赐婚，逼叶良辰哥哥娶你，你以为他会娶你吗？你不过仗着皇后是你姑母，以势压人，逼叶良辰哥哥娶你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女人！茯苓，闭嘴，不得胡说。拈酸吃醋也该有个限度。夏竹韵，你我的婚事是皇上御赐的，不要胡闹。如今聘礼送到，3日后我们宁国侯府会来迎娶。你若要嫁，便乖乖穿这件粉色嫁衣过门；你若不嫁，那便是抗旨不遵。夏竹韵，你可想清楚。竹姐姐，大婚之日你应该会穿这件嫁衣吧？这可是叶良辰哥哥和我亲自为你挑选的呢。我打赌3日后你一定会乖乖穿上这件粉色嫁衣。毕竟满京城谁不知道，你夏楚苑做梦都想嫁到侯府去呢。前几日你还巴巴的让人来量了叶良辰哥哥的尺寸，说要亲手给他做贴身礼衣。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上赶着倒贴给人做贴身衣物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按照古礼，定亲后女方因为未婚夫婿备下荷包扇套做贴身衣物，也是将要成亲的人必备的礼节。可到了他嘴里，竟成是我不知廉耻，倒贴叶良辰。大家别再说了，他也是太在意我了。你们这样议论，对他名声不好。他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，
却用一句轻飘飘的话坐实了我的不知廉耻。今日他明知杨福林拿粉色架羞辱我，却还处处偏袒维护帮着他说话，这般凉薄自私之人，我又何必委屈自己执意下嫁？叶良辰，你不配娶竹韵，岂有此理！宁国侯府竟敢辱我夏家至此！什么叫做这皇后姑母来压宁国侯府？若不是宁国侯拿对我爹的救命之恩相求，我们夏家怎么可能答应这门亲事？若是父亲和母亲今日在家，岂不是要被这混账活活气死？竹韵，这亲咱们不成了，哥哥这就进宫，求皇上收回成命。哥哥别生气，哥哥别生气，你总不能因为狗咬了你一口，你还要趴下去反咬狗一口吧？竹韵，你难道就咽得下这口气？叶良辰纵着杨福林这般羞辱我，把夏家的脸面踩在脚下。等我嫁进宁国侯府，我定要他好看。你疯了！你还想嫁进叶家？那宁国侯府如今就是个火坑。嫁当然可以嫁，但是怎么嫁，由我说了算。哈哈，妙啊！好，交给你兄长，保管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哼，欺人太甚！我夏家的掌上明珠，岂能受此等奇耻大辱？来人，备马！我即刻进宫，请皇上取消这门婚约。父亲息怒，您现在进宫，才是中了别人的计。竹韵，你让开！爹就算是拼了这顶乌纱帽，也不能让你去受那窝囊气。父亲，这是皇上亲自下的赐婚圣旨，岂是我们夏家说不嫁就不嫁的？我若公然抗旨不嫁，皇上会怎么想？定会觉得我们夏家仗势欺人，连皇令都不放在眼里。届时皇上如何猜忌夏家，又如何猜疑宫里的姑母？难道我的竹韵就要生生受这种委屈吗？我宁可让皇上降罪，也不愿意你嫁给那种混账东西。母亲别哭，皇上赐婚是让我嫁入宁国侯府做世子夫人，但是圣旨上并没有说这个世子的名字，不是吗？既然这样，宁国侯世子换一个人也不是不行。宁国侯可是有2个儿子的，除了叶良辰，还有那个常年驻守边关的长子叶维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招釜底抽薪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夏言的女儿。好，爹这就去办。你是不是傻？不会水害我池塘边站？你救了我，谢谢你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以后不管我要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许反悔。好。叶维尊，让你娶我，这个要求你会答应吗？夏竹慧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世子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少跟我装蒜！今日双方父母为何要背着我商议婚礼的事？是不是你跑去向你爹娘告状，说了嫁衣的事儿？世子大可放心，那箱嫁衣还在库房里，我爹娘并未看见。今日不过是商议大婚的具体细节罢了。我就说嘛，竹姐姐怎么敢告诉她爹娘呢？要是太傅大人一生气，不让她嫁了，她哪里舍得呀？叶良辰哥哥，你不必对她如何低声下气，她再是太傅嫡女又如何？出嫁从夫，日后你说如何，她敢反驳？你只管休了她便是。竹姐姐，你也不会舍得离开叶良辰哥哥的，对吧？福灵说的对，竹韵你向来是个懂分寸的。好了，竹韵，别生气了。我知道你向来端庄大方，等你带着这些嫁妆嫁入侯府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你别听那些迂腐之人瞎说，什么粉色是妾室才穿的，我就是喜欢竹韵穿粉色。你若穿上，必定宛如粉面芙蓉，美艳无双。好一个美艳无双，把正室逼着穿妾服，还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竹韵，其实还有一事，福灵如今也满了17，她对我实在是一片初心。我想着等我们成亲后，能不能让她也入府？这样的事你做主便是。你答应了？你真的答应让福灵入府了？叶良辰，我如今忙着大婚之事，按照规矩，在成亲前我们不好再见面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日后有了你们2个，我保证再不会多看别的女人一眼。竹韵，
你安心等我来娶你。我不管嘛，良辰哥哥，我们成亲那日，我要穿大红色的正红嫁衣。好，到时候我跟竹韵说，她向来在乎我，一定不会反对的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怎么不叫我起床？错过成亲吉时，你们担得起吗？竹韵肯定还在等我去娶她呢，快给我更衣，把迎亲的队伍马上集结出发。世子，新娘子已经进门了。我就说嘛，我这是娶了个贤内助啊！竹韵这般懂事，怕误了吉时，竟然自己跑来了。哎呀，今晚我一定好好弥补她。快，跟本世子一起去迎新娘！一拜天地！什么情况？我还站在这里，谁在拜天谢？等一下，大哥，大哥，今日是我成亲，怎么你也是今日成亲？你不是竹韵的丫鬟吗？大哥，成亲的新娘到底是谁？叶良辰，今日是我妹妹嫁入宁国侯府的大喜日子，你衣衫不整的跑来这般闹腾，算什么体统？什么？你妹妹嫁的人是我，皇上赐婚的是我，为什么他会与我兄长拜堂？你们全弄错了。竹韵，他们弄错了，我今日只是睡迷糊了，误了时辰。兄长想必是怕侯府丢面子，这才替我代为拜堂的。大哥你辛苦了，接下来交给我，我来跟竹韵拜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我死死按住！放开我！你们疯了吗？竹韵，你别拜了，他们合伙骗了你，你要嫁的人是我。竹韵，翠儿，把二公子送我的大礼拿上来，让在座的各位大人开开眼。粉色，这是纳妾用的簪子。叶良辰，你明知粉色嫁衣是妾室之服，却纵你的好妹妹杨福林将她送到太傅府。皇上的赐婚圣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夏竹韵嫁进宁国侯府是做世子正室夫人的。我夏家嫡女绝不可能做妾。既然你要纳妾，那你要娶的便不是我。不是的，竹韵，你听我解释。福林他只是生性单纯，他没有恶意的，那不过是他不懂事，开了一个小玩笑罢了。你堂堂太傅嫡女，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怎么还当真了呢？玩笑，拿一个女子的清白名分，拿两家的联姻大局开玩笑。我看你不仅眼瞎，脑子里装的也是泔水。昨日我已向皇上请旨，宁国侯世子的位置从今日开始便是我夫君叶为尊的。放开我！你大概忘了，皇上的赐婚是让我做世子夫人，所以我嫁给谁，谁就是世子。竹韵，你是不是在怪我睡过了头？我是因为昨晚喝多了，才错过吉时的。你只是在跟我赌气，对不对？我发誓，无论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哪怕是破布烂纱，我都会娶你。再敢对你大嫂口出狂言、死缠烂打，我当场废了你！她才不是我大嫂，她是我娘子。叶良辰哥哥，叶良辰哥哥，你说过今天大婚会把我八抬大轿抬进来的，我在外面等了好久都不见人。竹姐姐，既然你已经过门了，按规矩该来喝我这杯妾室茶了吧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跟你争宠的，毕竟世子哥哥的心全在我这里。这大理寺卿卿家的庶女是不是脑子有大病啊？穿着正式大红喜服，还要正妻喝她的茶，真是滑天下之大权。杨福林，你这声姐姐叫早了，你该叫我大少夫人。叶良辰哥哥，他什么意思？他不就应该是世子夫人吗？难道他疯了？你给我闭嘴！还不快滚出去！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！叶良辰哥哥，你凶我！
难道你怕他吗？就算他是太傅嫡女又怎样？你可是宁国侯世子啊！大不了咱们休了他。谢谢，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杨福陵，你那好叶良辰哥哥，因为纵容你用一顶粉红喜服羞辱我妹妹，已经丢了世子之位了。丢了世子之位！叶良辰哥哥，他在骗人，对不对？你可是侯府的继承人啊！不仅是世子之位丢了，如今站在这里的宁国侯世子是我夫君叶为尊，也就是叶良辰的大哥。杨福陵，你要嫁给叶良辰，顶多也就是个侯府二公子的贱妻。不可能！世子明明是叶良辰哥哥！夏竹月，你这个毒妇，一定是你耍了什么阴谋诡计，抢了世子之位。计谋？我堂堂太傅嫡女下嫁你们侯府，你竟敢拿粉色妾婆服辱我！若不是公爵求皇上开恩，将世子之位传给大哥，你们侯府还能全虚全伪的站在这里？你还有脸在这里大呼小叫？我宁国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！若不是你大哥回来救场，皇上的雷霆之怒，你拿什么担？爹，我可是您从小带在身边、悉心教导的世子啊！大哥他一个粗野武夫，凭什么抢我的世子之位？你为了一个青楼女子生的庶女，连皇命都不顾，还想要世子之位？没把你处死，算竹韵给你开恩了。叶良辰哥哥，你快说话呀！你答应过我，要让我做世子妃的。现在世子之位都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世子妃，大理寺卿家的庶女，生母还是个青楼出来的姨娘。哼，也妄想做侯府正室。夏竹韵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都是你使了下贱的手段，害叶良辰哥哥没了世子之位。各位大人夫人，给评评理啊！我与叶良辰哥哥两情相悦，这夏竹韵却仗势欺人，逼迫叶良辰哥哥娶她。如今她却不要脸的转头嫁给大公子，她分明是水性杨花，不知廉耻！放肆！一个低贱庶女，敢辱我太傅府嫡女的名节，我宰了你！好，你们权贵之家就是这样草菅人命、逼迫真爱的，对吧？我杨福陵今日若不能嫁给叶良辰哥哥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叶良辰哥哥，福陵不能陪你了。今日我就一头撞在这大堂的柱子上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你们太傅府和侯府是怎么联手逼迫人的。想死？来人，给他腾个地方。柱子擦干净点儿，别脏了新娘子的眼。怎么不撞了？来人，扒下他身上的大红喜服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敢碰我！叶良辰哥哥，救我！竹叶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真的爱你啊！那个世子之位我不要了，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你与你的福陵妹妹既然两情相悦，你将她捧在手心里怕摔了。我如今嫁给你兄长，把正妻的位置腾出来，正好成全了你们这对苦命鸳鸯。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该谢谢我才是。不，我不要成全！竹月，你听我说，真心，我是真心要娶你的。大哥只是一介武夫，他不配！你用妾室的嫁衣羞辱太傅府，若不是夏大小姐大度不怪罪，又愿意嫁给你兄长来完成圣上的婚约，我今日非活活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如今两家已交换婚书，更迭世子的折子也已上达天庭。什么？是你？都是你这个贱人！粉色嫁衣，如果不是你非要弄什么粉色嫁衣，如果不是你非要今天来闹，我怎么会丢了世子之位？你把我的世子之位还给我！叶良辰哥哥，你说过最爱我的，你说过就算不要世子之位，也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放屁！你一个青楼女子的种，也配跟我的大好前程比？我是侯府的继承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诸位都瞧见了吧？这就是刚才还满嘴真爱、生死无许的叶二公子，一旦触及利益，
这真爱连个铜简都不如啊！朱月，你看，我刚才就是一时糊涂，被这狐狸精迷了心头，我打他了，我赶他走。你让爹把折子撤回来，我们重新拜堂好不好？二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站在你面前的是当朝太傅嫡女，也是我明媒正娶的你的大嫂。再敢对你大嫂直呼其名，我不介意按照军规拔了你的舌头。圣旨到！臣宁国侯接旨。一定是皇上不同意换人，一定是皇上驳回了爹的折子，我还是世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国侯长子叶维尊素编有功，品行端正，文武双全，今特封为宁国侯世子，承袭爵位。太傅嫡女夏竹韵，温婉贤淑，秀外慧中，特赐正一品世子夫人诰命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世子爷，恭喜世子夫人。皇上听闻了今日有人用粉色嫁衣辱没太傅府的事，龙颜大怒啊！哼，皇上口谕，既然这位大理寺卿家的庶女如此偏爱粉色，那就准她这辈子只配穿粉色，以贱妾之礼入府，终生不得扶正。来人，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从运公筒的角门拖进后院柴房。苏公公，你明鉴啊！我才是被赐婚的人，我是世子啊！哎呦喂，叶二公子，皇家的圣旨难道是小孩子过家家？自己不知珍惜，把珍珠当榆木，把狗屎当宝贝。哼，如今落到这个下场，你就受着吧！来人，把二公子给我关进祠堂反省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他出来。爹娘，朱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夫人，吉时不可误，我们该入洞房了。夫君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头上凤冠太重，为夫抱着你走省力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大哥，不，多谢夫君配合。若非你及时赶回，我夏家今日怕是要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叶维尊，10年前你落水，我救了你。你说过，不管我要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许反悔。是。我要你抢了叶良辰的世子之位，然后娶我。好，朱月，你真以为我只是为了兑现当年那句儿戏般的承诺吗？夫君此话何意？10年前，你将我从水里拉上来，从那以后，你便是我心底的光。这10年来，我每一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你。叶良辰他不配娶你，我便将你夺过来。你以为今天的圣旨是如何来的？那是我昨夜在御书房外跪了3个时辰，用我一身军功向皇上求来的。我知道你担心夏家名声，咽不下心中那口气，所以我要让你嫁得清清白白。你竟为了我？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叶文尊唯一的妻。天塌下来，我替你顶着。放我出去！我要见主韵，我要见我爹，我是世子！你们敢关我？放我出去！爹爹，你放我出去！我去救夏竹韵，他平时最听我的话，他肯定是在气头上。哼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！你敢背着我们与那个不知死活的庶女做出这种没脑子的蠢事儿，拿妾室的衣服去下聘！老子为了宁国侯府的前程，不惜厚着这张老脸，拿当年的救命之恩相要挟，才为你求来这门天大的亲事，没想到差点被你全搞砸了。不是这样。若不是你大哥正好在京城能顶替你，我问你，欺君之罪的大祸你担得起吗？叶伯父息怒，都是福临不好，只怪福临胡闹，拿错了衣裳开玩笑。你别怪叶良辰哥哥了，要打就打福临吧。你以为我不敢动手是不是？
我陈儿好好的大好姻缘，全被你这个丧门星搅黄了。你现在还敢在这儿装可怜？哼！若不是叶维尊在京中，今日宁国府就当满门抄斩。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，也敢动宁国侯世子夫人的心思，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！哼！侯爷夫人，大理寺卿府上来人，说来接杨家小姐回府。哼！把杨小姐给我扔出去，顺便转告杨夫人，杨府女儿的规矩实在高，还请杨夫人关起门来好好管教，免得再出来丢人现眼，脏了别人的地界。不要脸东西！母亲饶命！你跟着你那个姨娘一般不要脸，上赶着去倒贴男人，今日把脸丢到了全京城世家的面前，连累了宁国侯府，更得罪了太傅府。若是你带累了府中其他几个嫡出姐妹的声誉，让他们以后遇不到好人家，我便扒了你的皮！来人，即刻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绑了，连夜塞进马车，扔到城外的下等庄子上去闭门思过。没有我的准许，到死都不许踏进京城一步！爹爹，救我！你爹嫌你丢人，早就歇在书房了，拖下去。夫人昨夜受累了，若是一会儿经察觉得累，便靠着我。朱月，为何会是这样？就因为一件嫁衣，还是因为我说要让福陵入府？二弟，放尊重点。大哥，你滚开！我在跟我未婚妻说话。朱月，那件嫁衣你不喜欢，为何不说？我可以立刻让人给你放回大红嫁衣啊！你不喜欢福陵入府，又为何要假意答应？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便抛下我，转头嫁给大哥。你这样做，让我以后在京城如何自处？叶良辰，你和杨福林在下嫔当日联手恶心我，居然还有脸来问我是不是不喜欢那件嫁衣？我且问你，谁家高门正夫是穿粉色妾室的嫁衣进门的？这就是你们宁国侯府对待太傅嫡女的诚意。你明知道粉色嫁衣是杨福林对我的奇耻大辱，但你却让我忍一忍。你明知他行事乖张，不知廉耻，却当着所有宾客的面为他说话，让我夏家颜面扫地。我只是心软，福林他从小就可怜，他可怜，所以你就要牺牲我的尊严去填补他的可怜。你要纳杨福林入府，与我何干？我已决意嫁给你兄长，如今你就是纳100个青楼女子进府，也与我毫无干系。从今日起，我是你的大嫂。叶良辰，认清你自己的身份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再无干系。逆子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哼！侯爷夫人，本不该今日来打扰心腹敬茶，可是昨日这孽藏被送回府，死活不肯去庄子，还拿出了叶二公子的贴身玉佩，说是两人早就私定终身了。不仅如此，福陵说他与二公子已有过肌肤之身，事关我杨家女儿的清白，所以我特来与两位商议一下这门好婚事。畜生！你原本与太傅府有婚约，却敢背着家里去跟别的女子苟合，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！叶良辰哥哥，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，可是嫡母和父亲说我行为不检点，非要把我送到下等庄子上去配给泥腿子，我没办法才说出来的。叶良辰哥哥，你发过誓说会娶我入府的，你不要不认账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死也不能去庄子上啊！爹娘，我没有。当时他哭得可怜，说在柳家被嫡母不容，被姐妹排挤，我与他真的是清清白白的呀。叶良辰哥哥，你怎么能不认账？是你下聘那日，你回来说马上要成亲了，心里高兴，别喝醉了。你把我按在榻上，嘴里喊着夏大小姐的名字，把我当成了她。父亲母亲，二弟行事荒唐，既然他与杨小姐连肌肤之亲都认了，便让他自己负起这个责便是。反正他当初为了护着这位杨小姐，
连世子之位都可以不要，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抬他入府吗？难道偌大个侯府还容不下二弟的一个红颜之子？婆母，若您觉得杨福林是青楼女子所生，身份实在不堪，便赐她个姨娘的身份，早为二弟娶为高门正妻，日后自有正室管着，你也不必烦心了。叶良辰哥哥，你快说话呀！你说过会一辈子护着我的。我不要像我生母那样做个姨娘，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我也是大理寺君府上的大家闺秀，凭什么只能做妾？为何我不能做你的正妻？大家闺秀，我呸！哼，杨福陵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，你若想进我侯府的门，这辈子就只能是个低贱的妾。你若嫌委屈，大可拿着你的清白另嫁高门。既然叶夫人这么说了，这孽障做下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，哼，我也无话可说。那便静待侯府的一顶小轿上门抬人吧。母亲，我怎么能做妾呢？我是杨家正儿八经的女儿啊！您去求求侯爷，让我做平妻好不好？我呸！你做了这样不要脸的事，和你那个的姨娘一模一样，专门干些倒贴男人的勾当。你还想做正室？你看看人家要你吗？若不是杨家还有未嫁居的儿女，怕你连累了他们的名声，我今日是绝不会踏进侯府大门半步来理会你的死活。来人，把杨福林的衣裳给我扒了，套上昨天他自己准备的那套粉色贱妾服，立刻从后院到叶强的角门塞进二公子的后院去。我不要当妾，不要当妾，不要当妾！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如今你不再是宁国侯世子，你的婚事也不必再像以前那条般精挑细选什么高门嫡长女了，我自会为你挑选合适的夫人。等你娶了亲，你便给我吩咐令过，宁国侯府丢不起这个人。吩咐令过？娘，你要把我赶出去？我可是您的亲骨肉啊！本来你大哥有正三品威远将军的称号在身，你若安分守己继承侯府，有太傅府这门姻亲帮衬，你们兄弟二人都有大好前程，我们宁国侯府定能烈火烹油，再创辉煌。可你呢？为了一个青楼女子生的庶女，把满盘棋局下得稀巴烂，把皇室太傅府得罪了个干净，连世子之位都丢了。你现在不过是个富贵闲人，还想拖累整个宁国侯府不成？小姐，宁国侯府送来聘礼了。听说那二公子是个宠妾灭妻的糊涂佬，糊涂点好啊，好拿捏。不是长媳，不用管家，我还乐得清闲。快点走！一个贱妾，还真当自己是主子啦！凭什么莫如霜能做夫君的正室？他哪里比得过我？叶良辰哥哥的心明明是在我身上的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自甘下贱的外侍种。夏竹叶，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？莫小姐出身名门，清清白白的好女儿，又是兵部尚书的嫡女，端庄贤淑，自然比你这个未婚苟合的庶女更配得上夫人之位。杨姨娘，你记清楚了，今日是你主君大婚的大喜日子，你最好老实缩在后园，别出去给新夫人添堵。毕竟新来的二少夫人与二弟即将新婚宴猎，蜜里调油，你可得识趣些，别自讨苦吃。这是母亲赏你的送子观音，好好供着吧。翠儿，我们走，前院还要布置新房呢。如霜，你真美。二公子不好了，杨姨娘肚子疼，满地打滚，连连吐血，眼看着快不行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福林病了？如霜，福林身子不爽利索，人命关天。我去看看就回来，你等我片刻。好一个疾病！这位杨姨娘，我早听说她不要脸，生生搅黄了夏竹韵的婚事，如今做了个贱妾，竟还敢在新婚夜解我的狐，踩到我头上来撒野。小姐，这分明是故意给您下马威呢。主君这般被她勾走，明日您可是要被全府笑话的。笑话我莫如霜的笑话，也是她一个庶女能看的。嬷嬷，去叫上我从娘家带过来的大夫，
我们一起去会会这位娇弱的杨姨娘，看看她到底得了什么急症。若是好不了，今晚便连夜绑了扔到庄子上去，免得将病气过给府里的人。哼，给我这新房沾染了晦气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夫君，你终于来了，妾身好害怕。妾身以为你有了新夫人，就再也不要福灵了。怎么会呢，福灵？你到底哪里不舒服？快让我看看。夫君，妾身不是生病，妾身是有了你的骨肉了。你开不开心啊？真的，我要做父亲了。福灵，你真是我的大功臣啊！莫如霜，你大半夜带人踹门，发什么疯？还有没有点规矩？发疯？我这是在关心夫君的爱妾呀。刚才是谁去正院报信，说杨姨娘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快要死了的？既然病得这么重，大夫我带来了，还不快给姨娘好好诊治诊治？若是误了病情，你们谁担待得起？不用了，夫人。妾身刚才只是胎气妄动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妾身有了夫君的骨肉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更是天大的事啊！既然有了身孕还闹肚子疼，那定是胎相不稳，随时可能滑胎呀。嬷嬷，快把姨娘扶到床上去躺好，不许她乱动一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有了夫君的骨肉，岂能大意？今晚嬷嬷和大夫便寸步不离地守在此处，不得离开半步，务必把姨娘给我伺候好了。是。杨姨娘，趁热喝了吧。这可是夫人特意吩咐，加了老山参的大补安胎药。我不喝，我没病，拿走！杨姨娘可要一滴不剩的喝尽了。这药里的人参可是名贵的很，大补，千万别浪费了。你肚子里可是主君的骨肉，千万不能大意了，免得明日传出去，说新夫人一进门便不顾子嗣，这罪名我们夫人可担不起。如霜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福灵她受不住的。夫君急什么？这里是后院，有大夫和嬷嬷照看，你一个大男人在这里也帮不上忙，不必着急。不过夫君可别忘了，今晚是你我大婚之夜，你若是一整晚都赖在妾室的院子，明日去给母亲敬茶，你说母亲要是生气了，那福灵就劳烦夫人照看了。放开我！叶良辰哥哥，救我！夫君，春宵苦短，别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扫了你我洞房花烛的雅兴。夫君夫人，妾身知错了，妾身不是故意想打扰你们洞房花烛，实在肚子疼得厉害，害怕肚子里的骨肉有闪失，才叫人去将夫君的。昨日是二弟大婚，弟妹新妇进门，杨姨娘也该派人来告诉我这个侯府的大嫂，我会立刻安排最好的大夫给你，你却偏偏要去砸新房的门，何必如此闹得全府不得安宁？你知道什么？一个女子有孕有多害怕？你没有怀过孩子，你凭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？夏竹韵，你不过是嫉妒我能嫁给叶良辰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故意联合他们为难我罢了。我跟你拼了，夏竹韵！夫君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快叫大夫，快传府医去请太医！夏竹韵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诬陷我！我不过就轻轻推了你一下，撞一下怎么会肚子疼？你这个毒妇！来人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！若夫人有半点闪失，我要把你千刀万剐！恭喜侯爷，恭喜世子！世子夫人已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了。夫人方才受了剧烈撞击，动了胎气，此刻万万不可妄动，必须马上熬了极品的安胎药喝下去。
日后要在床上小心伺候着养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哦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回房。好啊，好得很。若我竹韵肚子里的嫡长孙有任何不妥，我们宁国侯府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如霜，她如今是你们二房的姨娘，做出这种谋害长嫂事的恶毒之事，你自领回院子去好好教训。这是你当二房主母的责任，若你管教不好，我便拿你试问。儿媳遵命，母亲放心，儿媳定会好好教导杨姨娘规矩。你何时变成了如此不讲理，像个疯妇一般的泼妇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害死大哥的孩子？一个低贱的姨娘，在我莫如霜手里还想翻出天来，你便给我跪在这青石板上，好好反省。什么时候想清楚了自己是个什么卑贱东西？莫如霜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夫君的亲生骨肉，你敢如此做我？若胎儿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赔得起吗？赔？我需要赔什么？一个妾室生的庶子没了便没了。我倒不信夫君会为了你这个姨娘和你肚子里的那块肉，与我这个兵部尚书的嫡女，她明媒正娶的正妻对峙。老话说得好，庶长子从来都是乱家的祸根。你肚子里的这个祸根本来就不该留着。你以为夫君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世子爷吗？他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敢为了你和我翻脸吧？你如今伤的可是世子夫人和侯府长孙，你想找死随便，可别带累了我们二房被扫地出门。莫氏说的对，若竹韵的胎儿有事，大哥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到时候我们二房估计就要被父亲从侯府分出去流落街头了。杨福陵，你除了任性闹事给我惹祸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简直就是个扫把星！若不是你，叶良辰，三心二意没用的废物，我岂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说过会娶我做世子夫人，结果却让我做了一个贱妾。你好好看看，我肚子里的才是你的亲骨肉，才是你的长子。你可有认真看过我一眼？你醒醒吧，叶良辰！你再想得到夏竹玉，他也不会多看你这个废物一眼。这世上真心爱你的，只有我而已啊！闭嘴！若非我当时瞎了眼，听了你这个毒妇的胡话，去送什么粉色嫁衣，我怎么会惹出这种大祸？我怎么会丢了世子之位，落到如此田地？都是你害了我，是你毁了我的一生！夫人说的极对，庶长子就是乱家的祸根。既然他冲撞了嫂嫂，这个祸根便交给夫人全权处置，死活不论。叶良辰，你回来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。去叫几个婆子来，用破席子卷了他，给我连夜丢到城外最下等的庄子里去，永远不许接回来。世子爷放心，夫人只是受了惊吓，加上有了身孕，身子娇弱，喝了这副保胎药，好生静养，便无大碍了。杨福陵那个疯妇，若你今日有半点闪失，我必定他千刀万剐，要他给我们的孩子偿命。夫君莫气，其实翠儿在身后紧紧护着我，我只是顺势跌了一下，并未伤及根本。我只是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有了孩子。竹韵，谢谢你。世子夫人，二房内传来消息，杨姨娘小产了。杨姨娘在二少夫人院子的青石板上跪了不到半日，便见了红，连个成型的男胎都流出来了。二少夫人直接让人用破销子卷了她，扔回了偏院。是你，莫如霜，是你让那几个恶婆子给我灌了落汤药。我要回大理寺清府，我要找我爹爹为我做主。你这个毒妇，找你爹？你生母如今在庄子里天天挑大粪，
你嫡母恨不得你立刻去死。你那个爹早把你当成了杨家的耻辱，谁会来管你一个小妾的死活？满院子的人都看着，是你自己冲撞长嫂，遭了天谴。跪地反省是自己小产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夫君，叶良辰哥哥，你救救我！他真的要杀了我！我们的孩子没了。够了！你除了哭闹还能干什么？若不是你发疯，我们二房怎么会陷入如此境地？奴婢见过二公子。夫君，杨姨娘既然小产坏了身子，不能伺候你了，我特意给这2个丫头开了脸，今晚便让她们伺候夫君安歇吧。还是夫人贤良淑德。叶良辰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！大夫说了你要静养，你怎么还下床走动了？快坐下。母亲，儿媳有一事，心里实在难安，而且如今身怀6甲，实在害怕这后院里的病气和晦气。若是冲撞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不如让杨福林去城外的庄子上休养，等他病好了再接回来也不迟。竹韵说得对，那个扫把星害得我们侯府家宅不宁，如今还带着一身血光晦气，绝不能留。他在府里冲撞了我的乖孙，立刻去二房，把那个姨娘连夜送到城外最偏僻的下等庄子上去。没有我的手令，这辈子都不许他踏入京城半步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放开我！我不去庄子，我是宁国侯府的姨娘，我是大理寺卿的女儿。你们这群刁奴敢这么对我？叶良辰哥哥，救我！杨姨娘，省省力气吧。二公子正和2个新通房在温柔乡里快活呢，哪有空管你的死活？我家世子夫人托我给您带句话。世子夫人说：“杨姨娘，您就安心去庄子上养着吧。等世子夫人觉得您病好了，自然就接您回来了。”我进了庄子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夏竹静这个毒妇，她是在杀人诛心啊！还不快把人扔上去，晚了误了时辰，小心夫人揭了你们的皮。是。打！给我开打！1、2、3，小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一直输？二公子，您今日又输了3000两，加上之前欠的，一共是12000两白银。您看这账是结一下，还是我派人去宁国侯府取啊？你再借我1000两，我一定能翻本。哼，我是侯府世子，我爹是宁国侯，少不了你的。呸！什么侯府世子？你现在连个嫡子都不是。来人，拿着欠条去宁国侯府要账。侯爷，父债还子债父偿12000两，少一个铜板，我们今天就砸了宁国侯府的招牌。逆子，那个逆子呢？造孽呀！他这是要拉着全家一起死！爹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救救我！救你？我已经替你还了3次赌债了，你如今变本加厉，竟然欠下上万两！你想把整个侯府都搬空，去填你的无底洞吗？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叶良辰沉迷赌博，败坏门风。今日我以宁国侯之名请出族谱，从此他的生死与宁国侯府再无半分瓜葛。不，爹娘，大哥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离开侯府我会死的。自作孽不可活，把他扔出去。慕容双，你要干什么？谋杀亲夫吗？签了他，你现在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烂赌鬼。我莫如霜是兵部尚书的嫡女，凭什么跟你在这破落院子里等死？我爹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了，
你若是不签，明日我便让你因为欠债不还，进大牢里蹲一辈子。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好歹夫妻一场。把这里值钱的东西全给我搬走，连个破碗都别给他留。世子爷，您看，这是二公子不是叶良辰在咱们房里抵押的玉佩，这可是代表宁国侯府嫡子身份的信物啊。他这次又欠了500两，您看，侯府嫡子的身份他都能当成垃圾扔掉，拿去赌一块破石头，我侯府还要他做甚？他既然已经被逐出家门，从此便是生死由命，以后他就是死在你们赌房门口，也别来脏了宁国侯府的地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！日后谁再敢拿叶良辰的事来烦我，一律打断腿！狗东西，欠了老子50两银子还敢跑！大爷，再宽限我几天，我去要饭，我去偷，我一定还！去你！你当老子是要饭的？50两，今天拿不出来，老子就拿你的命抵！呸！真晦气！打死了，赶紧走！世子夫人，刚刚顺天府那边传来消息，叶良辰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听说是欠了赌房50两银子，在城东的烂泥巷子里，被人活活打死了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，最后被扔去了乱葬岗。哼，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去回了顺天府，宁国侯府没有这个人。夫君，这京城的乌烟瘴气，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了。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去边关，带你去看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。春光正好，人生如常，往后余生，只有天高海阔，